政府的良策要人民看得到、摸得到、感受得到。到最后你素质再好，如果人民感受不到的话也没有用啊。你自己会知道这个部长副部长的那一个能力在哪里的吗？当你知道这个部长副部长的能力在哪里的时候，你自然会选择要配合他跟不要配合他之类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一开始会讲巫统部长确实有他的能力所在，因为他长期在这个公务员体系里面盘旋嘛。我觉得张庆信在做旅游部的时候，可能在处理这一个海关或者是所谓的旅客进来这件事情之上，他态度我们对他是肯定的。可是我觉得在官员的眼中，可能有些情况下，他觉得部长应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这样子啦。所以有些官员他可能会觉得，OK, I buy this way， 他就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咯。他如果不接受的话，他就不要去做咯。可是我还是很好奇说，就是比如说Ketua Usaha，他是可以怎么样违抗皇命吗？就是他不能讲皇命啊，对他们来讲也就是一个配合。反正就是他的上司就是部长们要求做的东西，他就是真的可以明目张胆，就是我就不做这样子，没有别的可以反制他的一些东西嘛。还有他们的职权是怎么分配的？Ketua Setiausaha身为一个部门的秘书长，其实他会第一句在部长见你的时候，他一定跟你讲 We serve government of the day。他就是告诉你 slogan 来的，这个是slogan。我觉得这根本是公务员，他每个心里面他一定会知道这个东西，他也会去灌输这个讲法。不管今天哪一个政党派系进到来做正副部长，或者是去到州级就是做行政议员嘛，所以他是会跟你讲 We serve government of the day， 就是公务员的态度。因为公务员也是拿着人民的薪水来服务人民的，他是公仆嘛，所以他其实是不是帮部长副部长服务，他帮的是人民服务，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谁是政府，我就是跟谁效劳之类的。你问我他会不会很明目张胆的不去做你要做的事情，他当然不会啊，因为他也是他的饭碗嘛。即便做到 KSU 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其实也接近他的退休年龄了的啦，所以他肯定是要好好的退休的。所以你问我他有没有可能不去做呢？我觉得不会做到这么明显，可是他可能慢慢的做，拖自觉。本来可以半年做的事情，他可能慢慢1年半才做好给你咯。我觉得也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 KSU 也好，或者是任何的总监，当他们接近退休年龄的时候，你要他突然间去做一些很巨大的改变，其实是有一点难的。我用一个人的常理来讲，人性的假设他有一天被升级到对他来讲是职业生涯的最高了，他只有半年的时间或者是1年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你觉得他会在1年里面推动任何东西吗？他未必要的，他可能会觉得我比较安稳的结束了我这个1年的时光，然后我就可以好好的退休比较好。对比如果你给他有5年的时间做这个职位，你就可以看到他有很多的特别的改革跟改变之类这样子的东西了。所以我真的是很难跟你讲每一个官员都是一样的心情跟心态，因为你面对到的人我也坦白告诉有些部门他就是一直在换这一些最高的领导人。我们都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是希望有些人可以做比较长期稳定的，可是你知道说他剩下1年，新的上来又只做1年，其实对于政策的推动来讲是相对的有一点困难或者有挑战的。因为你就知道那个心态咯，我都要走了咯，你不如不要让我做一些会得罪人或者是做一些会遗臭万年的，他要名留青史嘛，他都不要遗臭万年了。可是你刚刚讲的说一直在换的这个原因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体系还是来自于什么？要有人走才有新的人，就下面的人才可以上到去之类啊，就他就有这个退休年龄嘛，所以他一退休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换人去做之类这样子啦。放在部长副部长也是一样啦，当一直在换一些官职职位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政府或者是这一个正副部长要做的政策来讲是说不理想的。我们会希望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职位你至少要做3到5年的时间，我们推大马计划也是5年10年之类这样子来推嘛。这样我想问就是公务员体系里面有没有过像私人界这样有 appraiser 啊，做 KPI 这样子的东西？先讲以前是有的吗？会有的，一直都有的。每年他都会要自己评分，到底你自己的那一个服务表现是这样，包括你上司也要对你评分，也是有的。1年做1次，1年要做1次。然后这个东西做了之后，他的成绩好和成绩不好，决定的是对他有什么影响，还是只是做罢了？你升职的话会有影响的。其实有些部门的职位，他可能就到了一定的年份，他自然就会 upgrade，他的 grade 就会起。有些真的是看你的表现，他才会可能5年7年8年才升你职之类这样子的都有的。所以现在的话，安华不是说还要推动那些什么 KPI， 参照私人界的那一种绩效评
级去让大家的效率提升嘛。说这个新的这种 KPI 已经走了没有？我的还是他在理解推动了应该是大家都知道，政治人物在上位之后，他都会跟你讲百日新政啊，我有100天的 KPI， 我有1年的 KPI。其实每一个部门在每一年开始的时候，他一定会做部门的 retreat 的，跟你讲我今年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就在那个 retreat 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个 KPI， 然后你就再呈给首相咯。然后首相就知道说你这个部门今天要达到的 KPI 是什么这样子咯。所以我的理解，这些 KPI 要么就是部长给自己设定的，否则就是他在部门的 retreat 每年都会去设定这些 KPI 要做到之类这样子的事情。对于首相来讲的 KPI 当然是你部长要做到之后，你就不要被换掉吗？所以你一定要做到这些 KPI 啊。所以以你的理解，那些 KPI 的报告或者是数据，就是一个文字工作这样子，就是放上去美的，还是它？因为我一直都在想说，它到底是真的有发挥它的功能的嘛？还是其实我只是需要在固定的年份，大概交一个意思的报告，有一些数字这样交上去就算了。这样子应该不能说所谓的随便，因为它毕竟是，特别是牵动到财务。因为每年的 budget 都有一定的多少亿啊，多少个千万啊，是给特定的项目之类这样子。你每年要去花费这些钱哦，你花费了这些钱，自然有它的 impact 的嘛。有几个人参加这些活动啊？到底建了几间学校啊？到底真正解决了他的就业机会这些东西？我觉得不能讲说这些 KPI 在设到之后没有去到它的成效，一定会有一些指标去达到这些 KPI 的。至于报告好不好看，就是看大家对于这个领域里面的理解有多深哦。你真的是觉得这个报告是行于表面而已，还是它实质上真的有做到之类所谓的政府的良策，要人民看得到、摸得到、感受得到。到最后你素质再好，如果人民感受不到的话，也没有用啊，对不对？这样，你们觉得你们感受得到，就是政党轮替了2次，公务员的就是表现有让你们觉得有不一样？阿顾问对，阿顾问，我觉得我没有太大的感受因为可能我并不是。比如说可能2018年之前我有很常进去这些公部门，然后2018后我再进去这个公部门，所以我可以有比较，所以就变成其实我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是 before and after 真的是不是做了这么多。再来就是政党轮替了这么多次，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搞不好进行到一半它又被切断，然后你又要再从头再来过这样子。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我觉得也会是你们很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我必须承认，我觉得有时正副部长的魄力也会影响我们对于这个部门的感官。我举一个例子是 Anthony Loke 啦，我相信大家会认同，大家会觉得哇，好像交通部做的特别好啊。你看到 Anthony Loke 时常会去巡 LRT、MRT， 你要讲整个交通部是多么庞大的一个体系，可是你会因为这个部长好像比较群啊，你会觉得哇，交通部好像做到不错哦，好像那个去考那个license好像现在比较少人会要贪污，因为现在又直接是license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也很看这个部长、副部长他的魄力跟表现，让你会觉得哇，整体的部门的感官是会不一样的之类这样子的东西啦，也是一门政治的艺术来的啦，我觉得。所以你到底人有没有对这个部门啊、部长啊，或者是整体而言有没有好的感受啊，这些真的是很看。就好像卫生部长，你会觉得某一些卫生部长会做得特别好，某一些部长当卫生部长的时候就特别不好，因为那个人物的形象有时真的是代表了那一个部门，包括首相啦哈。一个国家的整个形象其实很仰赖这一些政治人物在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那一种感官。就比如说刚刚你讲说陆兆福的部分呢，他对于大众来讲，无论是各个民族来讲，都很认可他的一个表现。像他的部门，就是交通部下面的公务员，会不会特别有什么就是特别有动力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肯定是会被鼓舞，或者是肯定会有影响的，因为你自己会知道这个部长、副部长的那一个能力在哪里的嘛。当你知道这个部长、部长的能力在哪里的时候，你自然会选择要配合他跟不要配合他之类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一开始会讲巫统部长确实有他的能力所在，因为他长期在这个公务员体系里面盘旋嘛，所以他知道哪一些公务员能做跟不能做。有些部长是直接骂官员的，你不要给我浪费时间哈。这样他直接骂官员会有什么下场？可是这些官员会收他，就会愿意去被他骂咯。OK，要以德服人。这是他的那个以自己的表现去服他的下面的人这样子。我记得或者是我听来的，像首相署部长阿塞琳娜就是其中一个这么有魄力，会直接在会议上你跟我讲说不可以做，什么理由不可以做，我可以告诉你，没有这样容易被糊弄的人。对，新部长是不会在一个
会议之上问这个资深的官员做不可以做，想办法做，跟一个有经验的部长，他可以愿意在会议上直接去挑战你，会有看到那个差别的。大家可以比较，有些部长跟部门他是第一次当部长啊，那个人当第一次的时候当然会比较紧张嘛，或者是他本来那个难拿捏不到，经验不足，跟你这份工作了10年、15年、20年肯定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刚才提到问题就是部长跟副部长他有没有办法去驾驭这些公务员啊，很因人而异的。这样你自己的感觉啦，就是你在就是政府里面工作过这么久啦，你觉得3个最有动力和最有魄力的部门是哪几个？你可以，或者是你举不到3个，你就觉得你感受到特别有生命力和活力的那个部门有吗？有还是没有？你的表情刚才好像税收局、财政部比较积极去收税之类之类。其实我觉得卫生部啦，为什么会讲卫生部？大家应该知道 COVID 的期间，卫生部是得到最多的关注的，很多的课题，很多的不只是 COVID 期间，其实它各种各样骨痛热症发生的时候啊，或者是任何有疫情，国外的疫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国内任何疫情发生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卫生部真的是比较多课题需要去处理。我不会讲比较积极的公务员，我会讲比较难做的部门。我觉得比较多危机要处理的部门，第一个是卫生部，第二个教育部。我觉得教育部大家如果知道每个人都上课，每个家长都有孩子，每个人都去过学校，每个课题你都可以发表。你对于一些国防部啊、科技部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冷门的部门啊，你是不有意见的。教育部门教育课题一出来，哇，那些网民的意见可以非常多，因为每个人都读过书啊，每个人都去过学校啊，所以这些部门会比较多问题跟课题需要处理。像为什么会讲教育部？因为一个老师发生事情，一个学生被打，学校发生火灾，就是关于教育部的一个课题。教育部是拥有最多公务员的一个部门。以前我们常常开玩笑，以前的部长、副部长可能要自己去找新闻。现在是教育部的很难的，是新闻会找上你的，因为你每天有很多的问题啊，或者是课题要去回应这样子啦。我觉得大家会比较看到的部门都是这些部门：卫生部、教育部、旅游部，有常旅游的人会注意啦，交通部也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是搭公共交通去上下班的嘛。然后现在可能比较多人关心的会是那种生活成本部门啊，因为你去菜市场，你去买鱼啊、买肉啊、买菜啊，你自然会感受到什么东西变贵，什么东西变便宜之类这样子的东西哦。我是好奇的是说，比如说他们的本身那个部门，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可能交通部也许是目前他们的动力凝聚力比较好的部门。未必啦，不一定讲，不一定啦，也没有，其实也没有啦，所以其实也还好啦，也还好啦，大家都 OK， 大家都 OK。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我想要问的是专业性的部分，就是说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是真的很理解到底公务员他是怎么样子成为公务员了之后，他的路径、他的人生的路线图是怎么样子走，会不会很多外面的人会觉得说，可能你是在这个部门里面的人，可是你并不是这一个科目毕业，比如说不是这个科系毕业，或者是相关专业毕业的人，也许有一些人他是就是相关的官员要处理很多这种事务，但他未必是在这方面很在行的，是不是？在这种情况马来西亚很普遍。公务员里面，有些部门需要专业专科的人来担任那个部门的职位，比如刚才讲的老师，他必然是要从师训学院培训出来的，或者他念过教育专业。或者是医生，他就是医药，他必须 pharmacy 写好，牙医这些东西，他都必须要有相关的这一些技术或者是专业知识。另外一种是比如做科网案的，做财务的，或者做sumber manusia，做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些东西，他可以是换部门做的。他可以今天在国防部管国防部的钱，明天去到MIDI，就是所谓的国际贸易那边管MIDI的钱之类这样子。有些是可以换部门去做的，有些是需要专业，你就知道你一踏进那个部门，你离职的时候也是会在同一个部门离职的。比如像军人这样，你一定是在国防部嘛？你从最小的士兵做到最后成为将军之类这些东西，都是在同一个部门来升职的。所以你自己在里面从若干木达开始，到你后来在里面做了33个月的公务员啦，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样子的体系上面的设计或者是结构是不合理的？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啦，让我们的国家很慢呐、或者什么，这个一推掉或者是怎么样子改掉，可能就会让事情有好转，或者是唤醒气象，有这样的东西吗？哇，如果公务员体系里面要做一件事情，然后突然间没有或者是你好转哇，没有不可能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首相都给不到这个答案。我不是说你要做一个事情，而是你有发现有一些东西的设计本来就不合理，这个东西就是让东西卡住啊！我不知道啊，不懂有没有这种东西啦。外界人可能不知道的是这样啊，公务员里面的那一些填满的数字是不能有职位就要马上被填满100%的。什么意思？不明白。不明白，就是比如我有10个职位，我可能只可以填满9个人在做这个工而已，有1个位置是不能被填上的。它有这一种规定在那边在，因为你就是要去让你的人力资源最大化，否则的话就永远一直要加人。我讲10个人了，填满10个人了，工作做不完，我要加11、12、13、14、15之类的。你说他的人口的 cap 一定是他的职位的 cap 一定会定在90多%这样子，他不会填满100%。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听到老师不够啊、医生不够啊之类的，因为公务员就是有这一种。整体来讲，比如这个部门有1万个人，可是我只能填满9万6000个职位，有一些空位是要空出来的之类这样子。哦，讲到这些什么老师不够、教师不够，就是老师不够、医生不够，这样下次我们再聊了。因为我看一下，我们已经聊了大概快1个小时了哟，1个小时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好，所以我们的顾问有什么就是想要补充的吗？我想要补充，我想要问的是那个阿古詹基，因为我知道说其实。任何一个公务员，以前好像包括大学生还是什么，就是他们要签一个东西叫阿古詹基。我一直对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奇，到底你签了以后，你要承担是什么样的一个义务跟责任这样子？阿古詹基它有很多种情况，当然第一个就是要你效忠于国家。等一下，阿古詹基是什么？然后什么情宣誓啦，况之下我觉得会等于是有这个东西宣誓，就是你进入这一份工作的时候，你要宣誓，你今天服务的是人民，然后你要效忠于国家之类这样子的，然后你里面的任何接触到的疏离的东西都是要保密的，然后你不能够泄密，否则你就会触动类似的相关的法律之类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不需要特别放大这个东西，因为私人企业工作也是有这一种条规的，万一你泄露了公司的机密，你还是会被 disciplinary action 啊，你还是会被炒鱿之类这些东西。所以阿库检基基本上就是让你去理解你今天接触的这一些资料啊，或者是这些资讯啊，全部都是保密的。你即便离开了这个岗位，你也是要保密这些数据，除非这些东西是已经被公开的，已经报告出来之类这些东西了。我现在即便离开了公务员这一份工作，我到离开人间的那一天，如果我接触的东西是永远保密的，就永远是保密的、疏离的之类这样子的东西，不会因为我离开了这个工作，我就可以去泄露这些机密之类的。这样听起来其实蛮合理的。可是因为我其实以前会听我的朋友，我觉得那个可能是2008年之前的事情，他们就会讲说，你签这个阿古詹基其实代表的是你要效忠国政政府咯，你不能反政府。没有，我觉得那时心态应该是觉得政府就是国政，国政就是政府之类的，所以你会觉得党国不分所以到最后他的心态已经变成 we serve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我的阿古詹基是 serve the government， 我今天的目的就是为国家效劳，为人民服务。我已经不是只效忠于国政。我觉得是因为以前有那种白色恐怖啦，或者是以前的那一种，会这样跟你讲，你投票投谁，政府是知道的之类这样子的。所以政府公务员去投票的时候，公务员会特别的小心，因为他会看他的投票纸有没有说什么记号啊，你那个号码就知道你是投谁之类。我觉得是以前被刑诉的一种白色恐怖啦。可是2008人民开始知道改变是可能的，政府政党轮替也是可能的之后，这种白色恐怖基本上是没有了。然后你也看到像我刚才讲的，布特加投的都不是现任的政府啊，所以布特加赢的就是反对党的选区之类这样子。我觉得已经比较少这一种倾向于所谓的我害怕政府啊，我要顾专家，我万一忤逆了政府怎么办之类的。我觉得当然也会担心讲你不做部长副部长要做东西会不会被换掉，当然是会有啦。我永远用私人企业来比较，因为我觉得我们不用规定一直有政府在发生，你一个新官进去发现这个老臣子或者是任何的官员在那边做了10年不做东西，你是会把它换掉的嘛？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常理的会发生的事情，不用觉得只有政府会发生，私人企业不会发生啊。那最后我想要问你，就是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为什么那么少华人想要当
公务员，就除了老师之外啦，因为我真的很少见到除了老师或医生，我真的很少见到华人的公务员。华人的公务员，我觉得是我们从老一辈或者上一代到现在都没有这一个环境跟氛围跟教育让我们去理解，其实当公务员也是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当然你问我这牵扯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教育制度底下，我们本来就被比较多进入华小来就读了，华小里面可能就没有这么多去让我们理解或者是去跟其他有族去相处的一种氛围，所以会在你工作的选择之上，你会担心，如果我去当公务员，我是要跟马来人工作，我是要去跟其他的异族同胞去一起配合，你会有多一个这个顾虑，跟 compare 你讲说我要去一个公司里面大部分是华人的这种情况，你会有这个心态上的抗拒啦。当然第二个就是时代的改变，华人爱赚快钱，他觉得我要去当网红，我要去做生意，我们有这种想法，要靠着自己的双手去主宰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去当公务员拿铁饭碗做到老做到死这个东西不是你要追求的，所以就可能这样子就造就华人比较少当公务员的这种情况。也是民族性的关系是吗？就是华人本来也很少就是要这么的安逸，感觉上好像要冒险比较有可能有那种大财经。也可能就是我们可赌能徒心态，以前从马来西亚从南下来，我们老一辈就是自己双手双脚去开矿产啊，这些东西都是做生意的，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双脚去拼的，你很少去像以前像那种叶亚来呀、卡比丹叶亚来这样，他真的是在政府体系做楼到以前独立开始，像陈真路这种人，所以我觉得未必有这么多那一个年代的时候我们要做公务员的这一种想法，所以我现在的政府也一直在推华人当公务员运动，就是希望让华人去进入公务员体系。像我刚才讲，公务员不只是当老师，其实我们也有在警察，也是需要更多的华人当警察，军人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华人当军人，因为我觉得长期而言维系种族和谐也是需要让不同的民族或者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方面多相处，然后它的 ratio 如果跟种族的比例的 ratio 是一样的话，这样子会比较理想。这样公务员会有什么福利？会有怎样的一个福利是你觉得有什么诱的因可以引诱到人家想要去当公务员？对华人吗？是华人不知道的哦，原来。其实我觉得铁饭碗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冲啊，有些人就比较喜欢安逸的那个徭役，这是真心话。没有比较喜欢安逸的生活的人，他就希望做公务员的工作啊。因为我觉得也有一种情况是很多人都觉得铁饭碗的话可能就是它不会被炒，但是铁饭碗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也是到近期才知道，就是说刚刚我们在 before 开麦的时候我们有聊到说只要有人部长当满他的届你讲一下那个东西是什么？有竞选过的议员他其实也在马来西亚的 pension 体制底下，他是可以在他55岁到60岁的时候拿到一份 pension 的，因为以前是55岁是退休年龄，现在是改成60岁了啦。60岁之后他就会拿到一份退休金啊。OK， 一般的公务员他一定是做到60岁的时候他退休，他拿到退休金嘛。针对这些 YB 去竞选的，如果他担任过 YB， 他可能是30岁到40岁担任 YB， 他也会有退休金的，是在他60岁的时候过后给他的。那个其实是另外一个法令底下是给予这一些曾经为在国会里面或者在州议会里面服务过的这些政治人物，你给予的一份俸禄。所以怪不得就是大家讲说钱去哪里钱去了哪里，其实很多这也是另外一个课题啦，就是安华在探讨这些政治人物拿的俸禄金到底应该拿一份还是拿很多份吧，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啦，讲不完哦。这样公务员还有什么津贴跟就是其他的福利？他除了 basic salary 之外，他会有房屋的津贴，他会有生活费的津贴，他还有这些管理阶层可以拿到的，比如你去到上升到Pengurusan的定义的职位可以拿到的津贴。我举一个简单的，你将去理解 Allowance Imbuhan Perumahan， 它会分几个kawasan kawasan A、B 跟kawasan lain-lain。如果你在吉隆坡、雪兰莪、槟城或者是柔佛南部，你就会拿到比较高的 Imbuhan Perumahan， 因为这些地方的生活
水平跟条件本来就比较高嘛，你就会拿到这些津贴咯。还有，如果你像刚才你讲的，为什么每个人要往上爬？有的，因为他会拿到一些管理层的 special 的 allowance。还有就是我讲去到特定的职位，他就有政府给的车、政府给的司机之类这样子的。另外一种情况比较不一样的，就比如你去到内陆工作，也是有 special 的 allowance 的。有一些学校、医院，它不是在我们看到的城市的，它需要渡很多的河，要坐小船去到一个小岛，所以针对这一些因为需要长途跋涉而去到他工作上班的地点的人，他也是能够有这一些 allowance 的。还有哪些 allowance？ 你是西马的人去到东马上班，你会有飞机票一次回来西马，没有来回啊，一次回来应该是来回啦，我不确定这个肯定会有这个飞机的，一年应该是让你回家一次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有些会抗拒去东马上班，有些会喜欢去东马上班？抗拒的人他会觉得我要离乡背井去这么远，喜欢的人他可能觉得我在那边去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我可以拿到这些特别的交通津贴，加上那些地方的花费是比较少，我可以存多一点钱。所以如果说是一个年轻的公务员，他可能去到25岁的时候，或是30岁好了，你觉得他的薪水加买这些津贴哩哩咔咔会有多少钱呢？也要看他是大学毕业还是不是大学毕业啊。大学毕业他的 grade 就比较高，他自然而然他的起薪就会比较高。所以阿嘎我觉得3500到4000左右，也是跟私人界差不多。我觉得是差不多啦。如果你没有大学毕业，你薪水也是可能2000到2500。政府里面出来有的 DAP 的，也有 contract 的，也有那种现在我们叫 MyStep 啦，就是等于兼职的。所以政府有开放这些兼职的 MyStep 给任何人想进去里面兼职，可能1年啊、2年啊之类这样子啦。因为要考公务员体系，做到公务员可能是一个很冗长的过程，所以政府有开这个 MyStep 的体制，让那些人进来尝试当公务员这样子。好，谢谢你静辉，不客气，我们分享了很多。你很能聊我们等一下录下一集好不好？有课题好是吗？好像那个你不是说职业律师专门做刑事和车祸旁边每个人都讲说有车祸找静辉吗？你的朋友暂时是这样子，可不可以？然后帮我们录多一集？好，没有问题，可以。大家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那个 BB 来三忙。不过我们在这里呢，真的很谢谢你今天的时间，然后也想要问问大家，就是说你们认为说今天我们的这2集出去聊了这么多，你们对公务员的这一个了解有没有更多？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原来也不错吗？他的那个薪水也跟私人界差不多，然后你就是退休了之后还可以一直拿这个钱，一直拿这个钱这样子，那你会因为这样子而考虑当公务员吗？ Yes or no why 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观众，你之后再来下方留言一起交流。好，就看观众我会看观众有什么留言了，我可能进去里面给一些想法。你先问他们啊，问一个问题啊，你很好奇，我很好奇，收集一下民间的声音，大家会因为什么而做公务员？因为我们要鼓励更多华人当公务员嘛，现在会让你一个选择去当公务员，你觉得那个原因会是什么？好，那留言我们在留言区见，谢谢大家，谢谢金辉，谢谢你，谢谢。